不了，徒增伤感。人老了，经不起离别。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我们来给您道别了。东家，您一定要保养好身体，不管是3年、5年，还是10年，您等着我们，咱们还会再相聚的。东家，我们知道您舍不得我们，我们也舍不得您呐。是啊，我们也舍不得您啊。东家，我们在这儿给您辞行了。东家，万望保重啊！东家，万望保重啊！娘真哭了。我从未见过娘哭得这么伤心。别说你了，我都没怎么见过她哭。我去看看。哎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明日再去。眼下能做的就是尽快完成清算，把家产捐出去，早点开始新生活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你说。我不想把家产直接交给范解释。那要怎么捐？眼下幽州要解决的不光是粮食问题，现在各州饥荒，若是幽州粮食充足，定然会引来各州率兵来抢。所以幽州还需要兵力和军资。所以我在想，不如把家产交给幽州都尉周将军，并和他说明一部分用来补充军资，这样对幽州来讲就是双重保障。不过呢，我还有个私心，我想做官，我想出人头地。不想当大侠啦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我不想再随波逐流了，我不想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，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，更解决不了黎民百姓的疾苦。我想往高处走，我想成为有能力改变天下的人。咱们这份家产既然捐了，那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交给范结实是顺理成章。他至多会觉得我们高风亮节，
出了10分力，却只讨了5分好。而交给周将军，眼下他常为军费犯愁，而身份又位居范节使之下，讨好他的人自然少一些。咱们可以说，是因为和周也交好，所以通过他的父亲来捐，并指明一半用于军费。雪中送炭，总好过锦上添花。我相信他会领我们的情的。是个好主意，把家产捐出去，还顺便换回一份无价的人情。你挺有生意头脑的嘛，不愧是我柳老板的座下大弟子。是啊，都是柳老板调教的好。其实这样还有一个好处，多走了一道，掩人耳目，悄悄地捐出去，不会让别州的节度使眼红，让幽州遭人忌惮，成为众矢之的，也不会让幽州的商民觉得官府在学扬州那样变相打秋收，弄得人心惶惶。你还记着当年的跳马赌局吗？当年你可是害怕我赌上全部家当，可如今我是真的赌上了全部家当。我倒觉得这回不算赌，那算什么？是算计。我从小就步步为营，精打细算，这一次我也是细细算过的。虽不能说我推算的都能成，但是肯定是眼下最好的选择。我想要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生活、安心经商的地方，一个家。无论如何，这一个家总是要有的。等会儿，你把这个宅子也捐了呀？既然要捐，当然要捐得彻底。那也不必做到这个地步吧？顾家富可敌国，就算我把家产全都捐出去，旁人也未必相信，说不定以为我们在宅子里偷偷藏了什么宝贝，反倒让人猜忌。既然要自保，不如做得干干净净。柳玉如啊，柳玉如，你可真是个狠人。你今天才知道啊？我早就知道了，能娶你，那我也算是个猛士。没了，全没了，倾家荡产，两手空空啊！你说什么？全部家产？九思，你何必如此啊？若能解幽州之困，那便是我国家之幸。九思啊，我们夫妇心意已决，不必相劝。九思，当初邀请你们来到幽州，是因为我在这儿，可以对你们家照顾一二。可是现如今，顾家既然决定安顿幽州，那自然要为幽州做些什么。如今梁王谋反，各州自立，我们也希望这乱世能早些结束。周将军和范节省心怀抱负，这银两交给你们，无论是军用还是给百姓，我们心里都踏实了。你换位想一想，如果你有我这样的家产，这乱世之时，你会怎么做？确实如此。贤弟，我明白了。你与三位高风亮节，真乃仁义之士。我替300万军民拜谢贤弟。听到了，师不断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贤弟，那往后的日子，你们玉如申办了经商文书，
先做些小生意吧，具体做什么还没想好。周夜，拜谢贤弟。往后的日子，若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好。你们小心点儿，东西别打碎了。是。这些物品都清点造册了，全是要捐的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是。宁红，你出去看着他们装车。好。你们两个随我过来，这些日常不用的东西都提前放到车上吧。这个搬那儿。你要搬过来。去。大家都在搬东西呢，就你空闲。怎么了？霜打了似的。忙完了今日，还不知道有没有明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没听他们说吗？公子和少夫人把所有家产都捐了，是所有。我知道呀。下人都遣散了，咱们俩肯定也要被赶出去了呀。不可能，少夫人才舍不得我。你想得美！我刚才听见少夫人跟公子商量，说家里管的家事只留一个，那就是瑞雪姐姐，她得照顾老夫人。你胡说！听得真真的。我自小就是公子捡回来的，他若真要赶我走，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儿。我也是从小跟少夫人一块长大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离开她。木南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。宁红、木南，你们两个过来一下，我和郎君有话跟你们说。完了，你看见没？他严肃的样子，肯定是说要辞退我们的事儿啊。什么？学做生意？是啊。吓死我了，少夫人！我还以为您和姑爷要赶我走呢。谁说的？是木南，他说的。我也是听见少夫人说只留一个下人。是只留一个瑞雪伺候娘，因为从今以后你们两个就是顾家商号的伙计，以后还要当掌柜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从此就是一家人了。是啊，家在这儿，你们想去哪儿？吓死我了，少夫人！公子，行了。这院子好像还不错。虽然是小了点儿，但看着还真挺不错的，又通透又清静。这一日里，大半天阳光都能晒进来。我看，朗华这些花花草草的，就放在旁边这间小屋子里吧。好，放心。劳烦各位把花草放进这个屋里。是。我们也去收拾收拾吧。哎，你们几个拿着箱子跟我进来。夫人，这药趁热喝吧。
可是太苦了。怪我，知道夫人最讨厌苦味了，都没顾得上给您准备一个甜柿饼送药。不怪你，如今不比从前，哪能样样都周全。对了，家里其他人都安顿好了吗？都各自安排好了房间。如今咱们人少，总能腾挪得开。那就好。这往后，全家上上下下的大小事情，还要你多操心呢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到这把年纪了，反倒要更加操劳。我不要紧，只是苦了夫人了。您这辈子荣华富贵，如今还要过上苦日子了。日子苦我不怕。现在家里虽然人少冷清了，但我还有儿子和儿媳呢。想想将来，还会有一群乖巧可爱的孙子孙女儿。就算日子再苦，我心里也不觉得苦。夫人不是常说，拿少夫人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吗？其实，有儿有女，不也挺好啊？瑞雪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瞒着我？夫人，这话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跟您说，还是该瞒着。你说吧。我听说公子和少夫人一直都没有圆房，是假夫妻。什么？夫人，我方才听您说盼着孙子，我怕您的希望将来到时候落空了，就更失望了。夫人，可别难过，身子要紧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无意间听到少夫人和映红姑娘私底下谈话，听那意思，她和公子自成婚以来，从未有过夫妻之实，而且俩人已经合计好了，迟早要和离。也罢，当年这桩婚事本就是误打误撞，只是这样想来，更加委屈了玉茹。若是他们自己不愿意，我也强求不来。你说的对，我就当是有一双儿女吧。我们今天去看哪间铺子啊？还是去犄角巷那家吧，看看租金能不能谈下来。如今家里不比往日了，本金还是微薄了些。哎呀，茂儿，没事吧？来，起来。疼不疼啊？啊，摔着疼不疼？哎呦，你看，你这个孩子呀，又不小心，老老实实的冲撞了少夫人。快点给少夫人说谢谢，快点啊！罢了，自家弟弟没伤着他就好。如今院子里人多杂事多，别把他磕着碰着了，待会儿屋里吧。啊，是，少夫人说的是，咱们这个院子啊太小了，小孩子也玩耍不开，我马上带他回房啊。快走！哎呀，真是的。